你知道最近几年开始有一些研究指出 ADHD 可能是一种演化优势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ADHD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从小到大，只要是坐下来上课、开会的场合，你会不会一直分心，没有办法保持专注？或者你有没有被别人抱怨过，你很常在聊天时插嘴，或是做事很冲动？又或是你会不会常常忘东忘西，一再犯下相同的错误呢？如果说上面的状况你都有，那么你有可能其实是一个 ADHD 患者，也就是大家小时候常常会听到的过动儿。又不是小孩子了，怎么会是过动儿呢？到底怎么样才算是 ADHD？ 如果真的是，又该怎么办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史上最畅销游戏第3名是俄罗斯方块，第2名是 GTA 5。那你知道第1名是什么吗？答案是 Minecraft。Minecraft 诞生15年热销3亿套，是跨世代都喜欢的沙盒游戏。但如果你以为 Minecraft 只是盖房子、打苦力怕，那你就错了。像是无国界记者是用 Minecraft 盖了图书馆，收藏各国被查禁的书本；欧洲建筑团体用 Minecraft 重现古迹原貌，让民众学习历史。自由又好玩的 Minecraft 已经是翻转教育的最强工具。像是在台湾深耕资讯教育10多年的橘子苹果，就引进了 Minecraft 教学模组，让小孩一边闯关一边学习程式。除了麦块程式班橘子苹果还有其他结合游戏的程式课程，让孩子在 AI 时代更有逻辑思维以及运用科技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不用担心小孩不适合，所有课程都提供一堂免费体验课，可以试上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参加。心动的话，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链接报名免费的体验课程吧。ADHD 中文叫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一种学龄期儿童很常见的神经发展障碍。根据统计至少有7% 的人有这样子的状况，而男生出现 ADHD 的几率又是女生的好几倍。ADHD 的患者，他们大脑的执行功能出了一点问题，其中掌管注意力、判断、情绪这些功能的区块没有办法好好的运作。常见的症状呢，主要有2大类，一种是注意力不足，另外一种呢是过动。有的患者只会出现其中一种，但也有人是混合型，2种都有。换句话说，以前大家常听到的过动症或是过动儿，其实是 ADHD 的其中一种症状，描述没有那么的精准。总而言之呢， ADHD 孩子对于自己的控制力会比同龄的其他人低。举例来说，上课听不懂时，一般人可能会先举手，等老师点他才发问，但 ADHD 的孩子可能呢会控制不住自己，直接把问题大声的问出来。又或是老师说这边很重要，一定要注意听，结果窗户旁边呢刚好有一只鸟飞过去， ADHD 的孩子注意力马上就被吸走，然后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另外 ADHD 的小孩上课也常常坐不住，从小到大呢被老师骂屁股长虫过动儿的次数数都数不完。这些冲动、躁动或是容易分心的状况都是 ADHD 的典型症状。虽然说随着年纪增加，很多的症状会慢慢的改善，但有些患者即使出了社会，还是会因为 ADHD 严重影响生活及工作。那讲到这边呢，大家可能会想说，这不就是我吗？不过真的要被诊断为 ADHD 还是要有一套更严谨的标准。根据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5， ADHD 的诊断标准呢包含很多的条件。首先是要同时具备6种以上注意力不足或是过动的状况，比方说话很多很难保持专注，在生活当中忘东忘西，或是易怒、容易被激怒等等。当这些症状持续6个月以上，明显对于生活学习造成负面的影响，而且同时在2种以上的情境都有明显的症状时，才会被诊断为 ADHD。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在学校容易分心，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个问题，并不会轻易的被诊断成 ADHD。因此，如果你被诊断出你是 ADHD 患者，通常呢代表你的生活应该有不少严重的困扰。不过呢，很多患者表示，除了症状本身之外呢，最大的困扰其实是来自于其他人。不少 ADHD 的患者表示，整体来说呢 ，ADHD 本身症状对生活的影响并不算超级严重，真正困扰的是其他人对于 ADHD 的不理解。举例来说，不是每个老师都知道该怎么样对待 ADHD 的孩子。很多老师呢，看到小孩坐不住，劈头就是一顿骂，骂到小孩不敢动为止。甚至老师呢，还会责怪学生的父母没有把小孩教好。而对 ADHD 的这些孩子来说呢，社交也常常遇到困扰。比方说，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会让他们在聊天时常常一下子就恍神，不自主的放空发呆，或是容易忘东忘西，忘记跟别人的约定。
而过动啦，还有冲动的这些症状，则是让他们在聊天时一直忍不住插嘴，或是情绪很容易激动。如果说患者的朋友或是同学不能够理解 ADHD 的症状，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人很难相处、很笨，甚至会讨厌跟霸凌他。而如果出社会后 ADHD 的症状还是很严重，也会让其他的同事、主管觉得这个人做事不用心、粗心大意，根本没有在听等等。这些负面的标签呢，常常让 ADHD 患者非常挫折，他们也想要认真的听完别人的话，想要专心做每一件事情，想要记住每一项任务，但生理上面就是很困难。很多时候呢，他们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被别人看不起。这样子的压力也让很多的患者容易出现焦虑、忧郁等等的并发症。那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呢，有的人会选择就医治疗。那么所谓的治疗到底有哪些方法呢？在主流的治疗方法当中，最常见、效果最明显的就是药物治疗，像是利他能啊、利肠能、专思达或者是思瑞等等，都是目前医生可能会开立的处方药物。这些药物呢，大部分都是中枢神经兴奋剂，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帮助专注。不过，因为这些药物呢会让人食欲变低、呕吐，甚至出现心悸、失眠的副作用，再加上呢，大家对于吃药这件事情还是会有负面观感，所以有的家长呢会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子服药。而另外一种治疗的路线呢，就是采取亲职教养或是职能治疗的方式，透过长时间持续的训练，去增强患者呢好的行为，并减少不希望出现的行为，慢慢的改变患者的言行举止。只不过这个方法呢，通常需要治疗团队啊、家庭、学校多方长期的配合，也因此效果往往没有那么的明显。而这几年呢，体制外学校也开始成为 ADHD 家庭的另外一种选项。有家长就分享，自从孩子离开体制内学校 ，ADHD 的状况就缓解很多，甚至不用再吃药。这让医生人质疑，会不会有问题的是现在的教育体制，而不是这些 ADHD 的孩子呢？在20多年前呢，有人提出了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他们认为过去很多呢被当成是发展障碍的疾病，其实只是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而已，不需要被治疗。比方说呢，有自闭症、ADHD 或是妥瑞氏症的人，症状本身的影响其实并不大，真正的困扰来自于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他们认为这就像是左右撇子的状况一样，大部分的人是右撇子，导致左撇子在生活上面有很多不方便，甚至以前很多左撇子的小孩都会被强制矫正为右撇子。但是随着左撇子的优势渐被肯定，专门设计给左撇子的产品也越来越多。现在的我们呢，已经很少说左撇子有问题，就只是单纯的不一样而已。同样的道理呢，也有一些人认为ADHD 只是不一样，不用被当成疾病看待。有趣的是，全世界 ADHD 的人口比例呢，也刚好跟左撇子的比例差不多。除此之外呢，随着 ADHD 的研究越来越多，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ADHD 不只不是病，还可能是一种演化优势。2008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艾森伯格教授前往了肯亚的阿利尔部落进行基因相关的研究。这部落很有趣原本部落的村民呢过着打猎啊、采集食物的游牧生活，但不久之前有一群人离开了部落，开始种植农作物，变成了定居的农耕生活。艾森伯格教授研究了这两群人的基因，结果发现在游牧的这群人当中呢，拥有 ADHD 相关基因的人，植物的供给状况明显比其他人好很多。换句话说，他们找得到比较多的食物，吃得比较饱。但是呢，在农业生活的那一群人里面呢，拥有 ADHD 的相关基因，反而出现了体重不足的状况。这可能代表呢，在游牧生活当中有 ADHD 的表现，可能是一件好事。今年2月呢，一个英国研究找来了一群受试者，让他们在电脑上面模拟采浆果的任务。受试者必须要在时间内尽可能在游戏里面的浆果丛当中采集最多的果实。但是每一次采集呢，浆果丛就会变得更稀疏。这个时候呢，受试者就要决定要继续留在同一位置，收集完剩下的浆果，还是要赌一把到其他地点寻找新的浆果。结果实验发现，ADHD 患者表现明显的比其他人好。与其呢一直待在原地有 ADHD 的人呢更习惯不断的改变位置，最终他们也找到了更多的浆果丛，收集到了更多的果实。这两个研究呢都显示在游牧采集为主的社会里面 ，ADHD 不断转移注意力的特质可能是一种优势。直到后来人类进到了农业工业时代，生活模式出现了巨大的改变 ，ADHD 渐渐的失去了优势，反而变成了困扰。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相关研究都还在进行当中。但或许未来的某一天 ，ADHD 不会再被当作是疾病看待，也说不定在研究这个题目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说法。
有些人认为很多 ADHD 的症状之所以在长大之后消失，不见得是真的治愈了，而是因为患者拥有了选择的权利，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或环境，让 ADHD 的特质有机会好好的发挥。实际上呢，现在学习跟工作的选择已经比以前更多元了，坐不住不必然是一个严重问题。学习不一定坐在教室里面，工作也不一定要坐在电脑前，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场域、友善的环境 ，ADHD 的观察力、创造力、跳脱框架的思考方式，反而能够带来很大的优势。当然，要创造这样子的友善环境还是需要所有人的帮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做这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消除对 ADHD 的一些误解。那最后，虽然脚本后面有提到，有些科学家认为 ADHD 可能不需要被当成是疾病对待，但目前呢，大部分的医师还是认为 ADHD 需要及早介入、及早治疗，才能够避免小孩出现其他的合并症状。所以，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呢有相关的症状或是困扰，还是建议给专业的医师评估会比较好哦。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想来问问大家，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身边有 ADHD 的朋友吗？有，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相处。B 没有，好像完全没有这个印象。我自己小时候就有 ADHD 的症状。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了解 ADHD 的困境。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妥瑞氏症以及自闭症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